大家好，我是爸爸，我是妈妈，我是米娅，我们是爸妈咪呀。今天我们要分享什么主题呢？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聊如何培养阅读习惯。因为上次米娅分享完她的读书方法之后，很多人敲碗到底怎么培养阅读习惯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这个。第一个部分就是针对小孩，小时候我们要分享米娅当她还很小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带领她培养她这样阅读习惯。那要是来不及了怎么办？这就是重点了。有些父母说，我的小孩已经长大了，但是没有从小培养阅读习惯怎么办？阿妈就是每天看着你跟我说的。啊，也是。所以我们主要是从2大方向来分享。第一个就是从小怎么培养，第二个就是来不及了怎么办。今天呢，我要分享我们从小跟米娅一起做的5大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从她出生开始就在做的亲子共读。对，从你有印象吗？从你还在 baby 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念故事但其书了。实没什么意义，因为我也听不到。他觉得他当时没有印象，可是对我来说，它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对，就是第一，其实你在念的时候，他其实是会，他不见得听得懂，对，就是父母开心也好。对，但我相信，其实孩子就算他是婴儿，他只是没有听得懂每一句话，可是这其实也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交流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延伸的来讲话，也是得让父母开始去练习怎么去培养亲子共读，让你开始练习跟养成父母的习惯。所以其实亲子共读从他出生开始，我一路做到大概他上小1开始，我才结束。所以整整大概将近应该有6年左右的时间。那其实亲子共读这一块很大，有很多技巧跟方法。那这个之后我们再分享。但我必须说，因为从小亲子共读对孩子们来说，阅读已经是一件很自然而然，所以他就不会觉得阅读是一件好像很痛苦啊、很辛苦的事情。第二呢，你在吼我吗？好，第二呢，其实就是因为孩子还小，其实很好骗。然后这时候，其实我们现在房间有很多多元的书籍，很好骗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很好管。你看，只有爸爸没有骗。OK， 那这些多元的书籍，其实现在孩子很幸福，因为现在太多种类的书籍其实都很有趣。所以像这本书，它就是第一有带到一些动物的知识，然后它最前面这边又有一个可以画画的东西，所以它就不会是很单调的说哦，我要坐下来就要看书。所以小时候他其实很喜欢拿那个笔，然后每次就在那边画画。然后像这一本就是跟 Christmas 相关的，它里面呢会有很多惊喜，就你读着读着，然后打开，你可能拉出一个东西。这是给我的情书吗？不好意思说。啊？你看是一张藏宝图，有没有 ？OK， 所以它就是你打开不同的页面，它就会有不同的惊喜。然后他就在讲说，就是在等待圣诞老公公寄卡片来。到最后这边就是终于圣诞老公公寄信来了，寄卡片来了。他们要开始装饰圣诞树，所以每一页打开都有惊喜，超有趣的。这妈妈自己也很喜欢。其实呢，这些书都是妈妈喜欢的。对啊，当然啊。所以其实父母就是去找你自己也觉得有趣的事情，你就会想要不断一直持续自己做，然后也带着孩子一起做。这本也是圣诞节相关的，我刚刚有试了一下，你看 Santa， 然后它这边就有一个小车车，打开以后，除了那其实这本我就只是在玩车车而已。对，可是因为它有文字，所以它大家都没在看啊。但你要认真看也是可以啊，就看你要不要看啊。所以它这个车车放上来，等一下我们再演示一次给大家看，它就在噔噔噔噔上面会跑。所以孩子们在看书的同时，其实有很多游戏也可以玩。那这些多元的书籍其实就非常能吸引孩子的眼球。是啊。所以呢，多元的书籍啊，现在各种各类的这种游戏书、音乐书、手作书，甚至他小时候在大概1、2岁的时候，我还有买过防水书，所以当时他是边泡澡边在看书，书是不会烂掉的。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米娅从小真的很爱看书，到哪里都在看书，去卖场这都在推车里看书，但是这都比不上有一次我们真的非常 shock， 就叫他去洗澡，他居然在淋浴的时候，他居然是手拿在前面拿着书，然后这样在看书边在淋浴，
所以防水的书很重要，也是一个原因。这个就是养成阅读习惯以后，他养成他兴趣，他真的在任何地方他都可以阅读，就让他开始养成有点疯狂的习惯。对。第三呢，第三就是创造阅读的环境。就是呢，在家里啊，我们会在很多的角落放书。那他有时候坐下来无聊，就会随手拿起书来看。就是你要让他是很容易，所以我们家才会那么乱。也是没关系。为了孩子爱看书，家里乱一点也没关系的哟。这是父母安慰自己的方式。所以哪里都可以拿得起书来。所以他小时候其实我也很常在厕所放书，就是连上厕所的时间其实也很珍贵。那我常也跟学生说，没有时间看书，没有时间做作业，那你就拿去厕所做啊。就是每天总是会有上厕所的时候吧，就不要跟老师说没时间。他可能便秘啊，便秘还可以看更久啊。哦，对不对 ？OK。所以我也是从小培养阅读习惯，才有应急就不好说。然后再来，我觉得创造阅读角也很棒，就是家里以前我会弄一个小角落，然后放上很舒服的枕头跟垫子，然后我就把一些书放在那边。然后如果到了阅读时间，甚至还会放一些，有时候还会饮料、点心，就会让觉得哦，现在是什么享受的时候。公主享受的时刻。那这让我想到 Stephen Krashen， 就是一个语言界大佬，那是谁？就是语言界大佬，就是在我们语言界的人都应该要知道。就是他讲话很有语言的意识。可是他提出一些理论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有一个理论叫 affective filter， 那是什么？情意过滤。好，我讲人话。简单的说，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个新的事物啊，或者是语言的时候，我们的情绪其实是很容易就是影响你对他的喜好。对，它可以是喜欢，也可以是厌恶。所以你看哦，如果我每次在请他阅读的时候，都设计一个很舒服的环境、很愉悦的空间，然后甚至还有优美的音乐，还有饼干，还有饼干，他整个就是牛奶，很舒服的状态。所以，难怪我会不喜欢高尔夫。因为爸爸每次说快点来练球。我想到了。好了，我们不想要听高尔夫球。所以对他来说，阅读就会跟这些很愉悦的活动跟感受做连接。所以想要阅读，他就会觉得哦，开心的时光又来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创造这种环境，就是在孩子们还小的时候，对孩子们其实很有帮助。是的，这个我觉得就是提供一个正向的 incentive， 让他真的有那个意愿，愿意去持续做这件事的。对。那第四啊，就是像小朋友小时候，我们带出门，常常就是出去吃饭啊，什么会开始坐不住，所以我们以前都会准备一些小玩具啊，或者是小书让他看，那就会让他在那边可以杀一下时间。但这里其实有个小心机，就是我们带出去的这些东西都是新的，大部分我都会藏起来，这些新玩具或新书。那像书就是会有一些动手操作啊，或是有趣的书，所以在他坐在那边很无聊，然后这时候你拿出一个很有趣的新书或新玩具，他其实就会觉得，现在是这什么东西？对，因为反正他坐在那边也动不了，所以这时候就又会增加那本书更大的价值。这就是你让我更爱你的秘诀。OK， 爸爸整个又被。最后第5招就是，其实第5招最重要的就是以身作则，就是爸爸会看一些比较商业类啊什么的一些文章，小孩绝对不会有兴趣的那一种。哦，倒不是哦。小时候其实我在看这些商业的杂志或书籍。你小时候就看商业书籍哦？我刚才不是说我有影集吗？就小时候在看这些书籍。对，所以当我在看这些书的时候，其实无形中也影响到蜜啊，就觉得爸爸妈妈都在做这样的事情。那当然里面呢，阅读到一些还不错的观点呢，其实我都会跟妈妈跟蜜娅分享，但妈妈都不太理我，所以我只能找蜜娅跟蜜娅去讨论跟分享。蜜娅是会理你，但是她听完之后就忘记了。但至少反走过必留下痕迹。那像小时候蜜娅在看书的时候啊，因为我们大人其实也要尽量也不要一直在旁边玩手机。因为手机绝对会是比书籍来的好玩的东西，所以就算演也要演出来。那我记得在他小时候还不懂事，但妈妈就是要演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所以拿手机就妈妈就是在演绎。妈妈如果真的没有那么想看书也没关系哦，你们就手机放在书里，你们就破梗了，真的就是这样，真的，你就会选一本比较大本的书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手机就在里面那边滑。小慧怎么那
没翻过页，偶尔就要演真实一而且点。你的脸总是在发光。所以妈妈们有没有这个就是要注意脸不要发光，那个灯光调暗一点，然后尽量就是要稍微翻页。是对，演也要演得像真的一样。对，就是你们要真的不爱看书，但至少如果你为了小孩要爱看书，请你演出来。妈妈小时候也演了不少，嗯，所以你看你现在这么爱看书，也是要谢谢妈妈。谢谢妈妈。那以上这5点呢、就是我们分享，就是小孩如何培养阅读习惯。那是我们家就是在他小时候那6年有在做的事情，跟大家分享。那大海呢？大海就没救就算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相信呢，也有很多朋友呢，其实已经过了小时候那个阶段了。大小孩的时候呢，我们等下一集再来分享。大小孩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呢？那我们就下回再分享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拜拜。拜拜。 And I've been feeling blue, you're the one that I need.